你是否认为健康饮食是有钱人的专利？有人调侃，穷人病了靠吃药，富人平时吃补，意思是经济条件差的人生病后才靠药物治疗，而富裕的人愿意花钱通过日常饮食来养生保健。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即使预算有限，一些价格亲民的日常食物同样可以成为抗击疾病的利器。这些食物看似普通，却本领非凡，让穷人吃得起，富人离不开。癌症一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癌症已经连续10多年高居全球死亡原因的第2位。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发现，除了依靠手术、药物等传统疗法，提前调整饮食结构，控制慢性炎症已经成为预防癌症的重要突破口。那么，什么是慢性炎症呢？简单来说，炎症本是人体免疫系统对抗入侵者的正常防御反应，就像身体拉响的警报，帮助我们清除细菌、病毒等威胁。但如果这道警报长时间不关闭，免疫系统持续过度激活，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一直在开火，这种慢性炎症就会悄悄损害健康。可以想象，体内有一把无形的火苗日夜燃烧，它会伤及正常细胞，导致反复的损伤和修复。这不仅加速了衰老，还增加了基因突变的风险，相当于为癌症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研究表明，长期的炎症状态与肠癌、肺癌等常见肿瘤的发展密切相关，堪称癌症的催化剂。幸运的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长期研究带来了希望。哈佛学者经过近1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科学的饮食可以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从而达到抗炎防癌的目的。研究指出，某些富含抗氧化物质、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的食物，能够通过调节炎症反应来降低癌症发生风险。这类抗炎食物不仅可以帮助身体恢复免疫平衡，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等慢性疾病的预防也有益处。换句话，我们的餐桌或许就是最好的预防药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哈佛研究指出的6类抗炎防癌食物到底有哪些。你或许会发现，它们大多平凡便宜，却蕴含着非凡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逐一揭晓。红艳的西红柿、深紫的蓝莓、翠绿的菠菜，这些颜色鲜艳的水果和蔬菜不仅赏心悦目，更是身体对抗炎症的主力军。深色蔬果普遍富含各种抗氧化营养，如类黄酮、花青素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这些物质就像体内的消防员，可以中和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分子会攻击细胞 DNA， 诱发炎症和癌变。举个例子，西红柿里的番茄红素赋予了它鲜红的颜色，这种物质能够降低体内促炎因子的水平。蓝莓、草莓中的花青素是强力抗氧化剂，可以减轻细胞的氧化损伤。再比如，西兰花、卷心菜等十字花科蔬菜含有一种植物化合物，叫做萝卜硫素。科学家发现，萝卜硫素可以激活人体内的解毒酶，帮助清除致癌物质。一项刊登在营养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每周食用3次以上西兰花、甘蓝等蔬菜的人群，结直肠癌的风险降低了约 19%。 此外，蔬菜水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为肠道内的有益菌提供养分，帮助它们繁殖，在肠黏膜表面筑起一道抗癌的保护屏障。想要发挥多彩果蔬的威力，关键是保证日常饮食中有充足的摄入。营养专家建议每天至少摄入300克以上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并尽量让餐盘像彩虹一样多姿多彩，也就是选择不同颜色、种类多样的蔬果。这并不需要花很多钱，胡萝卜、南瓜、绿叶菜、苹果等平价食材就能提供大量营养。重要的是要坚持天天摄取，让餐盘尽可能丰富多彩。蔬菜水果吃得越充足、越多样，我们身体对抗炎症和癌症的底气就越足。在过去，精白米面曾被视为富裕和身份的象征，而粗粮杂粮则往往被认为是穷人吃的食物。殊不知，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全谷杂粮，蕴含了远超精致主食的营养价值。所谓全谷物，就是指未经高度精加工，保留了麸皮和胚芽的谷物，比如糙米、燕麦、
全麦面粉、玉米、小米等。它们看起来粗糙不起眼，实际上却是肠胃的守护天使。首先，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相较于精白米饭、白面包、燕麦粥、糙米饭等粗粮的纤维含量往往高出好几倍。这些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避免血糖骤升骤降，从而减轻胰岛素波动对身体造成的炎症反应。同时，纤维也是肠道益生菌最爱的粮食，它们在发酵纤维时会产生短链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肠道的炎症，保持肠道菌群的健康平衡。除了纤维，全谷物还含有多种活性植物化合物，例如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糙米中的酚类抗氧化物质等，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慢性炎症对身体的侵袭。哈佛医学院的营养专家建议，成年人每天至少应摄入48至80克全谷物，这相当于1碗燕麦粥或1小碗糙米饭的分量。长期坚持将主食的一半换成全谷物，有研究显示，可使结肠癌的风险降低约 17%。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早餐选择燕麦片或全麦面包，用糙米或杂粮饭替代白米饭，或者在烘焙时用全麦面粉代替部分精制面粉。即便预算有限，全谷杂粮的价格通常不高，甚至过去一直被当作日常主食。只要养成喜爱粗粮的习惯，坚持粗细搭配，时间一长，我们的肠胃会更加健康，身体的抗炎防癌能力也自会悄悄提高。对于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鱼类是餐桌上的主角之一，而鱼类，特别是富含脂肪的深海鱼，也是抗炎防癌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在研究格陵兰的因纽特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爱斯基摩人时，就发现他们很少患心脏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经常以鱼为食。鱼肉中丰富的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帮助保护了心血管，降低了体内炎症。深海鱼如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青鱼等都含有2种重要的 Omega-3 脂肪酸，分别是 EPA 和 DHAA。 这些脂肪酸可以在体内转化为具有抗炎作用的物质，抑制促炎因子的生成，缓和免疫反应的过度激活。研究证实，每周吃2次鱼，约总共200克的人群，体内的炎症指标更低，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比很少吃鱼的人低了大约 14%。 不仅如此，常吃鱼还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水平，保护大脑认知功能等，对整体健康多有裨益。当然，鱼的烹调方式也很关键，如果把鱼拿去油炸，高温会破坏宝贵的 Omega-3 脂肪酸，降低其抗炎效果。相对而言，清蒸、水煮、炖煮或用少量橄榄油煎烤都是比较健康的烹调方法。对于预算有限的人来说，并非一定要买昂贵的深海鱼、沙丁鱼、秋刀鱼等小型鱼，价格实惠，营养丰富。另外，金枪鱼罐头也是经济方便的选择，每周吃上2-3顿鱼，将为你的身体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脂肪，为抗击慢性炎症和预防癌症增添一道有力的防线。被誉为液态黄金的橄榄油，自古就是地中海地区人民的健康瑰宝。在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人类的礼物正是一棵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滋养。而在现代营养学中，特级初榨橄榄油也被视作极为健康的食用油。橄榄油富含有益心血管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其含量超过 70%。 这种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同时不降低好胆固醇，因此对心脏非常友好。更神奇的是，橄榄油中还含有橄榄多酚等植物化合物，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抗炎作用。例如，橄榄油特有的一种多酚物质 oleocanthal 橄榄苦素就能阻断体内炎症信号通路，被形象地称为天然的类阿司匹林。这也解释了为何优质橄榄油入口时会有一丝辛辣的刺激感，其实那正是其中的多酚在发挥作用。哈佛的研究指出，每天摄取15到30毫升，约相当于1到2汤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有助于降低体内的 C 反应蛋白水平。C 反应蛋白是一种衡量炎症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下降意味着身体的慢性炎症在减轻。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橄榄油都同样有效，
要选择特级初榨橄榄油，最好是冷压初榨且酸度不超过 0.8% 的品种，这样才能保留最多的抗氧化成分。在日常烹饪中，橄榄油适合用来拌沙拉、蘸面包或做低温快炒，尽量避免用橄榄油长时间煎炸，以免高温破坏其中的有益物质。如果觉得橄榄油价格较高，也可以少量购买，用于凉拌增香。平时炒菜仍使用普通植物油，但总体而言，与动物油脂相比，橄榄油和其他植物油如菜籽油、花生油都含更多的不饱和脂肪，对控制炎症更有利。掌握正确的用油之道，让我们既能享受美食，又能保护健康，为身体建立起抗炎防线。别看坚果和种子体型小，它们可是名副其实的微型营养宝库。核桃、杏仁、腰果、榛子、南瓜子、亚麻籽，每一颗都蕴含着丰富的健康因子。坚果和种子普遍富含优质的脂肪、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还有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例如，核桃和亚麻籽含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 omega-3 脂肪酸，有助于减轻炎症。杏仁、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这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南瓜籽、芝麻等则提供了镁、锌、硒等微量元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功能。坚果对大脑的好处古今皆知，中医讲究以形补形，核桃长得像小小的脑袋，而现代研究也发现，经常吃坚果确实对大脑和心脏都有益。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坚果富含的健康脂肪可以减少脑部和血管的炎症反应。更有趣的是，坚果和种子的高纤维含量还能滋养肠道中的益生菌，通过肠脑轴间接改善大脑的健康状况。哈佛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摄入一把约30克的坚果，有助于降低体内炎症标志物白介素6约 10%。 长期坚持，每周吃坚果的频率越高，全因死亡率也有下降趋势。既然坚果种子好处多多，我们该如何在日常中加入它们呢？营养学家建议每天都可以吃一小把混合坚果作为加餐或零食，要注意选择原味、未经过度加工的坚果，尽量避免蜂蜜炼乳涂层或油炸后加盐的坚果零食，那些额外的糖和盐反而会抵消坚果的健康益处。对于种子类食物，你可以把研磨后的亚麻籽、奇亚籽撒在燕麦粥或酸奶上，或者在烹饪时加入一勺芝麻提香。哪怕预算有限，花生和葵花籽等价格低廉的坚果种子同样能提供相当不错的营养价值。持之以恒，每日几颗小小的坚果种子，日积月累，就能为身体提供强大的抗炎抗癌支持，让健康稳稳握在自己手中。有人说，厨房里的香料架就是家庭的小药箱，许多常见的天然香料不仅能调味食物，还蕴藏着强大的抗炎防癌潜力。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姜黄和大蒜。姜黄色彩鲜艳，是咖喱粉的重要成分，它含有的姜黄素是被科学界广泛研究的植物抗炎剂。在细胞和动物实验中，姜黄素表现出抑制肿瘤生长、降低炎症水平的显著作用。不过，由于姜黄素本身在人体内的吸收率较低，我们需要一些小技巧来提升它的效果。比如，将姜黄粉与黑胡椒同时食用，胡椒碱可以将姜黄素的吸收提高多达20倍，又或者将姜黄与橄榄油等脂肪一同烹煮，也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简单来说，每天在菜肴中加入约1/4茶匙的姜黄粉，或者冲泡一杯温姜黄水，再加一撮黑胡椒，长期坚持下来，可能对减轻体内炎症大有裨益。再来说说大蒜。大蒜自古就在民间被视为天然抗生素，它所含的活性成分蒜素能杀菌、消毒、增强免疫，而且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蒜素还能抑制体内的环氧合酶 COX 酶活性，减少引发炎症的前列腺素产生。这一机制与某些消炎止痛药类似，但大蒜却是纯天然的。经常吃大蒜的人群在某些癌症上的发病率更低。例如，在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大蒜摄入量高的地区居民胃癌和结直肠癌的风险相对较低。当然，大蒜辛辣刺激，建议剁碎后生吃或稍微炒熟，不要长时间高温烹煮，
以免有效成分被破坏。除了姜黄和大蒜，生姜、肉桂、辣椒等常用香料也各有各的独特功效。生姜中的姜辣素能够帮助抗炎和缓解恶心，肉桂富含多酚，有助于稳定血糖，辣椒里的辣椒素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减轻疼痛。这些调味品看似普通，却让我们的日常饮食暗藏药效。小小的香料用量虽然不大，却日积月累地发挥着健康作用。建议每天在烹饪时都巧妙运用这些天然香料，为菜肴增色添香的同时，也为身体提供一份额外的保护。比如煮汤时放几片生姜，炒菜时加点蒜末和姜黄粉，或者早晨来一杯肉桂生姜茶。长此以往，你会惊喜地发现，这些不起眼的调味料竟然成为了你对抗慢性炎症、预防癌症的秘密武器。综上所述，哈佛大学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饮食防癌抗炎的方向，不需要昂贵的补品和药物。这6类寻常食品就蕴含着非凡的健康力量，从多彩的果蔬、粗粮杂粮，到肥美的鱼类、芳香的橄榄油，再到脆香的坚果种子和辛辣的天然香料，它们共同构筑起我们体内的抗炎防线。只要我们在日常3餐中有意识地增加它们的比例，坚持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悄然发生积极的变化。当然，光靠饮食并不能100%避免所有疾病，但它无疑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强大工具之一。研究表明，如果能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配合规律作息和适度运动，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综合起来，可使癌症发生率降低高达 32%。也就是说，我们通过1日3餐的点滴努力，真的能够大幅减轻日后患上严重疾病的风险。为什么就算再穷也要吃这些食物？因为它们便宜、常见，却可能帮你省下一笔比昂贵的医疗费。更重要的是帮你躲过疾病的侵袭。正所谓药补不如食补，与其将来生病了求医问药，不如现在就好好吃饭，防患于未然。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善待自己的身体，在餐桌上做出明智的选择。别忘了，健康从来不是奢侈品，即使最普通的食材，只要吃对了，吃出了科学，也能成为守护我们生命的珍宝。愿每个人都能吃出健康，远离炎症和癌症的困扰。